同志们好，今天距离我们上一期视频拍摄，就是那天从猫后夜里以暴风雨被迫结束的那一集，已经过去1天时间了。昨天晚上啊，在一个港口小镇吃了顿饭，结果收到账单的时候，发现被强制收了20%的服务费。我就吃了1个蟹饼、1碗蒸蛤蜊，还有1碗海鲜大乱炖。其实这3样菜，如果你要是消费低点的地方，50-60美元也就 OK 了。结果这顿饭算上了强制服务费之后，花了110刀，真是有点离谱。那个蒸蛤蜊跟海鲜汤不知道为什么也是酸口的，好家伙，跟喝白醋一样。所以呢，说出来，如果大家以后要是沿着海岸开到俄勒冈的 Newport 新港这小镇的话，千万避雷这家店，又贵，完了饭也不太行。US 101这条路，它边上很多的私人领地，所以并不是特别好找露营地。昨天晚上是找到了一个国家森林的小土路，在里边睡了一觉。今天的行程呢，想的是一路往南，可能会穿越 Oregon Sand Dunes 俄勒冈的一个沙丘，这是一个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， 可以把车开到沙滩上露营。如果要是开得快的话，我们可能直接今天就开到 Brookings 小镇。这小镇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。从今年的旅行刚开始做计划的时候，了解到这故事就一直很期待，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。那我们现在先往山下开，就这样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到了 Florence 这个小镇，找一家餐厅吃个 brunch 早午饭吧。现在其实应该已经是午饭了，12点多。特意找了一家吃这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的地方，但是在海边吃海鲜应该还是挺应景的。Thanks. Do you mind if I vlog here? Just myself, like not others. Alright, thanks. Let me know if there's anything I can grab for you, okay? Okay, thanks. Absolutely. 坐在外边，这太阳太晒了，好家伙，晒得我光头疼。不过这个 clam chowder 已经过来了，上边撒了一些看起来是辣椒粉还是啥。据说这个是这个 town 这个小镇上最好吃的 clam chowder， 来尝一口。非常浓郁，可能有点过于浓郁了，但是挺新鲜的。看一眼这个辣椒面，有可能是 paprika。This is a GoPro. Is it for like camera? Yeah, trying to do some vlog. Is it like a computer? I mean, is it kind of like a small laptop? You just film yourself, yeah? No, it's just a camera. It's not a computer. So you can do like Facebook not Mark. Okay. 隔壁桌大爷大妈在跟我唠嗑，还挺有意思的。OK， 菜都上齐了，1碗汤。1份炸鱼薯条，这边上这个小菜呢是 coleslaw， 很多的美国的 barbecue 啊等等的这些都喜欢搭配这种配菜，有点酸，解腻，尝一尝。这个皮非常的脆。刚点餐的时候，店员跟我说，这个炸鱼薯条它的外皮用的是他们家自己酿的啤酒做的，看听听这个声音有多脆。You could take this off if you really wanted to. For sure. Oh.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沙地了，甚至感觉一上沙地，这个车的 traction 抓地力就丧失了很多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慢慢开走走看吧，已经挂上高4了，嘿嘿，陷车了。Oh no！ 哦，好家伙，这车轮陷得还挺深，车太重了。偷了个懒，其实应该把气给放一放呢。穿件衣服，把头盔板拿出来，挖一挖，看能不能出来。哎。出来了，不行啊，又有点陷了。Oh no！ 接着来吧。哦，好累。真的是一点一点挪呀，感觉整体是后边比较沉，所以呢，我打算把2块板都铺在后轮前进的方向。
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好家伙！哎呀 ，no 作 no die，why I try？ 现在去吧，托管把这铲子拎回来吧。待会儿出去得找个地儿洗一下车了。这沙子很高盐分，对底盘结构不是很友好。太平洋景色还行，就有点雾蒙蒙的。刚才这上沙丘之前偷了个懒，没想着放弃，大意了。真是大意了，就让我突然想起来前几个月，当时是在拍第几期啊？在拍那个 White Pocket 白口袋的时候，当时是我跟郭大拿救援了一个开着2驱 4Runner 进 White Pocket 的车，现在轮到自己现车了，这还真是我第一次开150现车，合着我过来 Oregon Dunes 就是现了一圈车，挖了半个小时，出了一身汗。以后有机会再来这露营吧，现在还是以车辆的可靠性为主，完成这一圈长途。好了，同志们，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博主，他有可能拍摄过的地方，把车停好，走过去看一个日落，差不多还有个不到半小时。这个点呢，它应该是有那么一个树跟树之间的开口，往外看可以看到沿着海岸这么一条的礁石，很漂亮。视频里边没有给出来具体的位置，我不确定我找这个点是不是正确的。丁达尔效应照在这种树林间也太漂亮了。哇，这路道上面好多蜘蛛网糊脸，但是呢，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蘑菇。哦，这还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大碗。哦，这坡还真挺陡的，但是还好现在没有下雨，没有那么的湿滑。哎，这太好看了，前边这条路真太有感觉了。这应该不是什么太热门的景点，感觉没有很多人走过。但是我现在有点担心，我是不是找错了？哦，这个海岸边上的这种雾气，真的在太阳这么一照，这种非常温暖的橙色的光，哦，太好看了。往下看，透过去还很模糊，但可能模糊也有模糊的美吧。这次看到的是这个景象，下次有机会再来，可能景象就又不一样了。真的好看啊，太好看了。我感觉应该是找到了，就是在一个悬崖上，我并不想靠得太近太近。这个场景真的是太梦幻了，这些石头因为大雾的原因就太梦幻了。现在已经是6点33了，按照预报，太阳现在应该已经是完全下山了，没有必要在这儿再继续待下去，等到太阳完全落山。摸黑往回走也不是很安全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往外走了。下一期呢，会深入的探索 Brookings 这个小镇的历史故事，那就让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